影嫔妹妹刚进宫不久，就能看见这么一出大戏，真是难得吧？我母妃御下极严，妾室们畏惧，真是未见过这般会争宠的人。今日算是开了眼界吧？咱们姐妹俩，可做不来这种狐媚。姐姐说的对，皇上冷落令妃都快2年了，这冷不丁儿就能复宠，咱们要是再不一条心，将来还有咱们姐妹们的立足之地吗？你听听这笑声，不就是侍寝吗？跟谁没伺候过皇上似的。姐姐，你别生气了。你要是不喜欢听，就拿这个把耳朵堵上。师傅，您找我？金钟，你如今竟敢弄鬼啊！令主的事可是你安排的。师傅，我也不知道令主怎么就混了进来呀。你不知道，汤泉的事是你提的。皇上每次骑马1天累了都要去泡汤泉，而且伺候汤泉的人是您安排的，我压根不知道啊。皇上，臣妾在这儿呢。你倒是撇得干净，那好好的仆妇怎么就换成令主了？叫没个内鬼能成事儿？师傅，我真不知道，守着汤泉的是林大人和晋宝。你少狡辩！令主失宠的时候，晋宝就没有替他说过半句话，倒是你，鬼鬼祟祟的求情。就算是我从前糊涂，可现如今我人在这地儿，哪能安排人和车让令主出宫啊？我怎么也没这天大的能耐呀！师傅，您可别冤枉了我，说不定是宫里面有人安排了这事儿呢。听说三阿哥和福晋完颜氏极要好，形影不离，真是替纯贵妃姐姐高兴。是啊，也是永璋的福气，他们夫妻这么和睦，我就盼着呀，他们能早日为皇上添个皇孙呢。皇后娘娘，李公公送来的消息，请您过目。这什么事儿啊？这么着急？怎么了？是皇上有事儿？果然出事儿了。令妃复宠？令妃不是回宫了吗？怎么会在木兰围场唱出这样一出戏来？令妃此举大胆，私做决定，手段下作，姐姐可不能轻饶了她。令妃是太过火了，这事儿还得皇后娘娘拿主意。纯贵妃，本宫也希望永璋和福晋可以为皇室延绵子嗣，所以命造办处烧了一对麒麟送子的瓶子，希望他俩平平安安，早生贵子。你带回去给他们吧。多谢皇后娘娘。主儿，这令妃又复宠了，还真是朝落朝又起呢。
皇上对您呀，永远这么不咸不淡的，您倒是能心平气和。咱们不在背后议论这些。奴婢只是想不明白，皇上他喜欢令妃什么呀？您真静温和，您又那么……别说了，今儿还没画画呢，回去再画几笔吧。皇上神武。影嫔，你来试试吧。是。好，不愧是蒙古女子，英姿飒爽的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影嫔妹妹骑术不差，射箭一家，不知令妃姐姐如何？皇上，臣妾不善射箭。令妃，没关系，本是玩意儿嘛，来试试啊。此剑，朕教你啊。好。大弓，摆正，好，往前倾，手握紧，拉弓，好，射。果然不善射箭。柯嫔姐姐，令妃姐姐对射箭还真是不擅长，算了吧。令妃姐姐会的，咱们也不会啊。唱起昆曲儿来，谁能比得上令妃呢？皇上，午后射猎，臣妾与影嫔妹妹陪您去吧。好，令妃，你不善射箭，留在这儿等朕回来吧。啊，是。走。令妃在木兰围场闹腾得很，硬是把客嫔跟影嫔都比下去了。除了骑马射箭的飒飒之姿不说，还有温汤趁着昆曲的袅娜情韵，如何不动人情场？令妃为了向上爬，是不择手段的。她的这些谋算，就算告诉我们，我们也不会做的。她称病回宫，却去了木兰围场，这足以证明她品行低劣。是啊，令妃轻薄粗鄙，怎么就魅惑了皇上呢？这是她的短处，也是她的长处。长处，宫中嫔妃各有所长。如果以画作为例，我们到了皇上跟前儿，都已经成作。虽各有风貌，皇上大多也是欣赏，可令妃不同。姐姐此言何意啊？她现在的所知所想，都是由皇上不经意间一手栽培的，且她对皇上事事顺从，哪怕是陆学久邀宠之后，皇上失了面子，也并未降她的位分。如今，她有这般手段复了宠，说不准哪天又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情了。先不说她了，永琪如何？这眼下的风头，都是永成的。无妨无妨，回宫再说吧。该你了。玉，臣妾请皇上安。找了半天不见你人影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！你手怎么了？皇上刚走，主就练了一天的剑，把手指上的皮都磨破了。你这么逞强，不怕伤到手吗？臣妾不善射箭，就不便侍奉皇上。作为妃妾，这是臣妾的不足。臣妾一定要将剑术练得炉火纯青。好，好，朕教你。来，
这样。你看，皇上好厉害！再来。起驾！给令妃娘娘请安。给令妃娘娘请安。臣妾请皇后娘娘安，愿娘娘凤体安康，福随绵长。有令妃侍奉皇上，皇后娘娘自然安康。令妃的脸是怎么了？皇后娘娘，淑妃之事，臣妾欠下的掌嘴，先自行补上了。淑妃之事是太后下旨惩罚，你该先去向太后禀告。太后让容佩监行，就是让臣妾知道，受皇后娘娘管教是臣妾的本分，而且臣妾私去木兰围场，违反了皇后娘娘治下的宫规，所以是该先来向娘娘告罪。令妃明知违反宫规还要做，那就是明知故犯。臣妾自知犯下大错，甘愿受罚。令妃的病如何了？之前说是犯了肝气，才许你回宫休养。哪想到你千里迢迢去了木兰。臣妾想着自己病重，怕再见不到皇上，所以才冒死去了木兰。如今有皇上龙体印币，臣妾已然无恙了。既然已经无恙了，你又自己来领罚，那就今日起半个月，你每日行板柱之法2个时辰。春蝉，你是跟着令妃去的，杖责30。臣妾谢皇后娘娘。只是，皇后娘娘，皇上召了臣妾今夜侍寝，可否容臣妾明日再受罚？容佩明日会去永寿宫看着你和春蝉受罚。是。臣妾告退。你呀，总是别出心裁，就像那日在汤泉畔伺候，总是让朕耳目一新。皇上长情眷顾，不厌弃臣妾罢了。你能让朕不厌弃，那便是你的好处了。臣妾多谢皇上隆恩，只是皇上，下半个月
恐怕臣妾就不便侍寝了。怎么了？臣妾私自去了木兰围场，皇后娘娘就罚臣妾受板柱之刑，臣妾也甘愿受罚，只是每日2个时辰下来，头晕目眩的，不便伺候皇上了。这板柱之刑是罚有错宫女的。是啊，臣妾呀，曾是宫女，所以知道此刑。这受刑之人弯腰伸臂，用双手扳住双脚，身体不能弯曲。这还听说这受刑之人会晕眩不已，而且呕吐成疾啊！皇上，臣妾思慕您扮成宫女私自去木兰围场，确实犯了宫规。皇后娘娘无论怎样惩罚臣妾都是应当的。皇后若是不责罚你，她也无法好好的管束后宫。你就听皇后的教诲吧，这会让太医给你好好医治的啊。臣妾知道了，只要能跟皇上在一起，臣妾什么都不怕。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，还有半个时辰呢，令主受不了了。不受26、27、28、29、30，停。给娘娘请安。包太医怎么来了？皇上知道令妃娘娘受罚，也知道板柱之刑之后娘娘身子难受，特命我前来照看医治。皇上施恩，令主好福气啊！快好了，包太医再等等。是。容梅姑姑，快好了吧？好了。皇后娘娘满意了吧？只要令妃娘娘不犯事儿，皇后娘娘就满意了。臣妾多谢太后指点，若无太后，臣妾哪有今日啊？太后乃是臣妾的再生父母。体面话不用多说了。既然得了皇帝宠爱，好好惜福。是。太后，你先回去吧。臣妾告退。哀家早就说过，达瓦齐这种野心勃勃的狂徒，既敢杀了多尔扎自立，怎会取得公主就有心收敛？如今果不其然，惹出祸端来了。哀家看皇帝怎么收拾。说来也是达瓦齐太自负，皇上已经对他格外优容，他却毫无知恩图报之心。哀家恼的是，横绰驾驭达瓦齐不久就出这样的事，显见达瓦齐没有将横绰放在眼里，更没有将大清放在眼里。太后，达瓦齐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这达瓦齐简直就是狂妄自大。皇阿玛将杜尔伯特部移居乌利亚苏台，达瓦齐便公然叫嚣不肯遣使来京参见，扬言必要车灵移出乌利亚苏台才肯罢休。准噶尔部与杜尔伯特部的纷争由来已久，今次达瓦齐洗劫杜尔伯特部，夺走了大批牲畜、粮草、财物，还大肆掠走妇孺。车灵身为部落之首，忍无可忍，只得率部众离开世居之地，东归大清，求得庇护。准噶尔多年来便是蠢蠢欲动，达瓦齐又是野心好战之辈，